看我新头像，藏好了。剩下的也需要晒太阳。妈，在做什么？在画图什么的。西瓜，妈妈昨天找你爸爸，沟通了下双元股份转让的事情。爸爸怎么说啊？他为什么反对？他说他不想再耗费精力在其他产业上，正好有上游的硅料厂商想要完整的收购双元，所以他想说服盛元一起出售股份。如果盛元把股份转赠给了小林，那小林肯定不会卖，这笔买卖估计就黄了。这个时候出售双元，这也太没有远见了吧？他的判断我不想评价，不过我向他提出了收购他手上所有双元的股份。妈，你好财大气粗的样子。那爸爸同意了吧？这样他都不用去说服盛元了。不，他拒绝了，甚至说除非我拿出远程的股份置换。他怎么这样啊？这太过分了吧！凭什么卖给别人可以，卖给你就要有这样的附加条件呀？你不要答应他，你一定要拒绝掉。我当场就拒绝了，但是回来后，我却突然觉得这也许是个好主意。西瓜，妈妈刚刚见了律师，我决定把我手里远程的股份全部出让给你爸爸。妈，不行，你别冲动，你不要因为我们的事情损害自己的利益。宇森那边他其实是打算后面去搞医学研究的，不会在双元。反正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的呀，你真的别冲动。哎呀，我电话里跟你说不清楚，你等等我。我本来打算明天回家，但我现在就回去，你等我啊。妈，你回来了？回来这么快？你没跟我爸说吧？你真的别这样，你真的不用管这件事情。我和宇森都觉得顺其自然就好，或者交给盛远去解决。而且宇森真的要回医学界，以后不会在双远投入很多心力的。等一下，妈妈做出这个决定，并不是因为你，更不是因为小林，所以小林以后打算做什么，关妈妈什么事？西瓜，妈妈是为了自己。来，我给你熬了银耳汤，我们坐下说。在长白山的时候，你抓着我，问了很多工作上的问题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那个时候你认真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自己。后来我跟小林妈妈喝茶，她问我在做什么，我跟她说我现在闲云野鹤。她说了句话，让我想了很久。盛阿姨说什么？她说我很有商业上的才华，不过也有点可惜。其实当年我一直觉得你比你前夫更有商业上的敏锐和才能。盛阿姨说的对。于是我就开始想，离婚这几年我都在做什么？我喝茶插花，游山玩水，但是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从来都不是呀。可我为什么要这样？有一天，我突然就想明白了，我在证明贤惠。贤惠？妈妈没有和任何人说过，其实刚离婚那会儿，
我是后悔过的。毕竟，相伴20年，怎么会没有感情，没有依赖？我甚至一度怀疑过自己，是不是放弃得太轻易了。好在那段时间很快就熬过去了，因为我内心无比的清楚，我越是难过，越要决绝地斩断，否则只会让自己日渐麻木，面目全非。那会儿，除了内心世界的煎熬，外界对我们的离婚也是传言纷纷。你还记得2年前去参加于阿姨的聚会，为什么和那个徐总吵起来吗？记得啊，那个人造谣说你和爸爸在公司里争夺权力，分不清大小王什么的，还说你想复合，爸爸不同意。那会儿到处都是这样的说法，说到最后，几乎都认定你爸爸之所以会出轨，都是因为我太过争强好胜，野心太大，想要盖过你爸爸的风头。我心里觉得很冤屈，我只是认真的在做事情，哪有什么想取代你爸爸的野心？于是离婚之后，我几乎让自己立刻闲了下来。我好像潜意识的要去证明，我江云不喜欢争权夺利，不爱慕名利，没有野心，所以我就喝茶插花，游山玩水。当然，这些事情并没有错，但是我的目的是错的。我竟然在证明我是贤惠的，甘于奉献的。你们外人误会了我，那种感觉就像是踏入了一个无形的陷阱。我知道哪里不对，却又找不到问题所在。直到在长白山，你抓着我问了那么多问题，我才一下子豁然开朗。我的女儿在证明自己的能力，而我却在证明自己的贤惠。忘我一向自诩为理智果断，竟然在不知不觉间，因为几句人言压抑自己至此，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。对不起，妈妈，我一直都没有发现。但是你有这些想法，也不能怪你啊，那都是周围的流言蜚语对你的影响。而且我一直都觉得，你已经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女性之一了。那远远够不上。提起远程，99%的人想到的还是你爸，而不是我。我一直心甘情愿地站在他的背后，把所有光环都给了他。优秀在哪里？真正优秀的人，应该有穿透时代和环境的魄力。我并没有。那也没事，谁规定不能走一点弯路了？妈妈，你现在已经想通了呀，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妈妈的确是已经想通一段日子了，而且我开始在考察一些行业了。不过之前我没有想过要出售远程的股份。你爸爸提出的时候，我刚开始还很气愤，可是后来转念一想，却觉得眼前好像出现了一条新的路，心里无比的清爽。我为什么非要守着那些股份？一定要等那点分红呢？逢高把股份卖掉，拿更多的现金在手，什么生意做不得？为什么非要捆绑在一起？走出去被人介绍，这是远程集团的江总。所以希光，这才是我决定彻底要出售远程股份的原因。甘为人后那么多年，快到知天命的年纪，却想为了证明自己再搏一把。不，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，就是想去做点事情。希光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我小时候就明白的。我妈妈一直特别厉害，与众不同。我还记得初中有一次你们出差，把我放到外公外婆家，邻居公公看见了就说：“你女儿又把外孙女扔给你们老两口啦，也太不顾家了，只知道挣钱也不管孩子。”外婆特别生气，外公却很平静地对她说：“
我们家阿云的云是凌云壮志的云，不是闲云野鹤的云，你懂什么？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，你外公外婆也没跟我说过这些。外公外婆让我别讲，他们就是这样的。我考好了也不会夸的，但是隔天会给我夹菜。妈妈，你每次去接我，外婆都要特意多买好多菜。说了这么久了，来，尝尝妈妈熬的银耳汤。妈妈，那你真的打算买下双远的股份吗？真的，我很看好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。那就是说，我的人生再也不能懈怠了。你不用那么大压力，妈妈呢，只是拿出一小部分资产投资这个行业。你想自由，依然可以自由的。如果不想做了呢，我们就交给有能力的人去做。你一定要知道，妈妈只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就好了。你还真是对我零要求。妈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也只希望你健康快乐，其他的都没那么重要。我知道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啊？小莲开车送你回来的？对啊，我让他送我到火车站，他说不放心。到了以后，我让他上来，他又说不合适，就说在楼下等我，没事了他才回去。那他现在还在楼下呀？哎呦，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呀？这多不好意思啊！走吧，妈妈现在带你们吃宵夜去。啊，老妈，你居然主动说吃宵夜，你不养生啦？明天再养，今天要人生得意须尽欢。合同没问题了。林总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盛董还在等着我汇报。辛苦孟总跑一趟苏州。老板，还没下班吗？在等你一起吃晚饭。下午去跑了趟你和妈妈的股东变更手续。晚上呢，我要和英姐他们一起吃饭。听起来好像不打算带我。我们在宿舍吃，怎么带你啊？今天晚上我要享受一下闺蜜时光，你去找方师兄吃饭好了。都已经把我安排好了。要走了吗？我去关灯。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. You are
shadow fades away. 除了下车要亲一下，下班也要吗？对，因为男朋友想要得寸进尺。我不需要兄弟时光，和你的闺蜜们改个地点，聊买单。不行，他们都买好东西在等着我了。这样，那你多迟到一会儿。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西瓜，你要吃辣的吧？微辣行吗？不用，一点辣都不要。你怎么加入我完全不辣族了？鱼豆腐好了。你的，谢谢。谢谢。你这么看我干什么？星光，最近我们在公司听说了一些流言，关于我的？说我和我们林总谈恋爱。那都是老黄历了，好不好？大家都没兴趣聊了。这次是关于林总的家事，他的家事。传言说林总原来是盛远董事长的外孙，然后我们公司的股份原来是盛远的，最近转给了林总。对，我最近就是在跑股东变更手续。你口风好紧，都不跟我们说。哎呀，这不是没有机会说嘛，突然提也很奇怪。天哪！原来林总出身豪门，现在还直接变成了公司老板。这么说起来，我的梦想之一实现了哎！闺蜜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，而我疯狂沾光横走公司。我有个问题，既然是梦想，为什么不是自己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？因为我就只有一个闺蜜，可以有很多个。你说哪个实现的概率大一些？有道理。来，干一个！祝贺英杰的梦想之一成功！其实不需要闺蜜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，也可以疯狂沾光来着。起码吃喝玩乐可以。怎么沾啊？琪琪财务应该知道，除了盛远的股份转让给了宇森，我们公司原本属于远程的股份也转让给了一个叫江云的女士。对，那是我妈。所以靠什么闺蜜的男朋友，靠闺蜜就行了。你说的对，为什么要靠男人？我格局打开了，来。所以这就是你吃完小火锅后，连续抛弃我2天的原因。对呀，我不好意思嘛。那瞒了他们那么久，我总得有点表示，对不对？可是好像牺牲了我。怎么会？我周末一整天都跟你在一起啊，而且我明天还要陪你去上海参加学术沙龙，我是不是很体贴、很热情？
我已经跟小峰约好了，你去见教授的时候呢，我就去找他玩，等你结束了再来接我。来，你还要再做一次吗？今天不用了。那我们出去找野猫吧。野猫？我刚来的时候在小区里看见一只猫妈妈带着3只小猫在溜达，一家4口，眼睛圆圆的，超级可爱。我们去找它玩吧。眼睛圆圆的，那不是像你呀？说不定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姐妹。我们去拜访你的姐妹，不需要带礼物吗？可是我们也没有猫粮啊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们姐妹之间不讲这个的，先去认个亲，混个脸熟。全阿姨，我们今天吃什么啊？今天吃火锅啊！你们找到猫了没有？找到了，可是雨森一靠近，人家就跑走了，害得我只能看猫屁股。是不是饿了呀？要不要先吃块玉米垫垫？马上就弄好了。要的，哎，谢谢。林先生突然说要在自己家里吃火锅，我就弄了这些，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加的？哦，够了。他说要在家里吃火锅。对呀，大前天下班回来突然说的，以前从来没有弄过，我还特意去超市买了个锅。你的大学同学思亮，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思亮，喂，习光，我才从小凤那里听说你明天要来上海，来上海只找小凤，不找我是吧？哎呀，刚刚说漏嘴了。我朋友明天要去上海参加沙龙，正好在小凤学校附近，我正好闲着没事嘛，我就叫他来陪我。闲着没事儿是吧？那正好，明天晚上我过生日，请大家吃饭，你一定得过来。哎，来嘛，这不正好顺路吗？蓉蓉有事儿来不了，你再不来，我这生日饭吃的也太冷清了。好吧，那你生日宴几点啊？在哪里？时间地点一会儿发你手机上。那明天见啦，我去通知别的同学。好。明天要去参加大秀同学的生日宴。哦。我本来也不想去的，可是谁叫你正好去上海参加沙龙见教授啊？所以是陪我，顺便参加。当然。所以明天呢，我们各自行动，但是你有空就要给我发消息，1小时起码1条。你给我拍拍沙龙是什么样子，你吃了什么，然后你吃完要来接我。这么多要求？不行啊，我可是因为你才去了上海，你不要服务周到。要，任凭聂小姐差遣。对。没错。那我上回跟您说的那个投资方案，您看了吗？对一下今天开会。对，我们几个方向都发给您了，包括像市场分析的机会与评估。咖啡来了！这个项目现在是非常热门的。人人都羡慕我们赚得多，谁知道我们周末还在做牛做马。约会都没时间。Kevin，你能喝咖啡吗？还是别喝了。我给自己点了牛奶。哎，我上一段恋爱啊，就是太忙了分手的。所以呀，还是建议你找同行，大家都忙，能互相体谅。Chris， 你今天生日怎么安排？Chris 明天生日，太好了，我需要 party。我不需要，我太累了。明天白天我要睡1天。那怎么办？要不就明晚，我们几个找个餐厅吃个饭，同时也算是为 Kevin 重回公司接风。行啊。好啊。可以。周，你来吗？我不是一起点头了吗？当然没问题啊。那抓紧干活了。好，早干完早下班。
喂，主辉，庄旭，明天晚上有没有空啊？思亮生日，我叫了几个老同学，大家一起去吃饭呗。这么巧，我同事也明天生日，刚答应参加。啊，行吧，那我跟思亮说一声，你小子有了信任忘旧人啊。你女朋友的生日我不重要，你才重要。要是你生日，我肯定空出时间来。行，社会锻炼人。我们高冷大帅哥现在也会说些甜言蜜语了。以后啊，爹再也不愁你不会谈恋爱了。滚吧你！滚了，我先挂了。就庄旭来不了，说正好他同事生日，今天他先提前答应别人了。他不来也好，我喊了西光，他来的话，西光说不定尴尬。你这么在意聂西光感受啊？大学那会儿也不见你跟他关系特别好啊。我收拾点东西就去舅舅那儿了。那我不跟你说了，你挂了。西光，今天我请你吃饭。到底是请我吃饭还是请蚊子吃饭？你是找我来喂蚊子的吧？聂西光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两面三刀，喜欢背后说人是非？你喝多了，你就当我喝多了吧。你大概不知道，自己一直是话题人物，明明不是本地人，却不住校。大家隐隐约约从你高中同学那儿听说了一些你家的事。来完我们宿舍的人，我们知道什么呢？你又从来不说。还有你那个盛气凌人的追求方式。盛气凌人？我只是直白了一点吧，要不你用大张旗鼓？你别打岔。好吧，我只是胆怯而已，所以想要大声一点，增加一点勇气。你继续。后来，庄旭的母亲病了，你居然一下子拿出了那么多钱。西光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都吓坏了，看你随随便便，不用问父母，就能拿出几万块的样子。我第一次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。后来我们一起去银行取钱，那天银行人特别多。叫号机又坏了，窗口排着长队。可是你一进去，那个大堂经理就迎了上来，就能去旁边的贵宾室取钱，完全不用排队。庄旭那天不是等着钱急用吗？大堂经理问客户有什么需求，也很正常啊。而且那个窗口本来就是 VIP 窗口啊。对 ，VIP 窗口，这么理所当然。其实那天，就算没有 VIP 卡，我想我们跟排队的人说，有人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，大家也会让我们的。算了，我跟喝多的人争辩什么呀？
思亮，你是不是喜欢庄旭？是，我是。庄旭那样的男生，英俊又有才气，谁会不喜欢？可是他家里负担那么重，母亲重病，弟弟还小，我不得不慎重。你以为蓉蓉之前为什么一直吊着他？真是因为什么狗屁骄傲，等着谁先开口吗？但凡庄旭家里负担不那么重，你看他会不会扑上去？现在他倒是不想吊着，可是，而且，就算我不在意他家里，还有蓉蓉挡在我前面啊，有人抢什么都香了。你不就是最好的例子？他们青梅竹马，我就算全力以赴，也未必就能得到他。后来你来了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喜欢庄旭，你完全不会遮掩，你知道吗？我既希望你赢，我又怕你赢。原来你喝多了，这么坦白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你是比我聪明多了。是啊，还有什么比得过青梅竹马吗？希光，你不会以为庄旭还什么？哼，我不会告诉你。你能告诉我什么？哎，不是，我一瓶都没有喝哦，我口渴了。你就当我心态想法变了吧。到了，玩得开心。晚点见。生日快乐！西瓜，你终于来了！来了！怎么这么晚呀？那不明天再来呢？放这儿吧，就等你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西瓜，你几点出发的？怎么才到啊？我3点多就出门了，在高速上堵了好久。哦。哎，看着这个果汁，还真是有点大学时候的感觉。到现在了，聚餐还是喝这个。好喝嘛！来来来，大家干一个！来干一个！来干一个！祝思亮生日快乐！谢谢！席教授能够回来，真是太幸运了。席教授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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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这个会非常精彩，待会儿吃大餐，我生活的很习惯吧。Vincent， 不好意思，很高兴能再见到你。开六，我也是。我猜你一定没想到我和泽胜会来到中国。不，我想过，因为席教授经常告诉我们，你们应该回到中国，所以我想有一天他也会回来。你说的对，还带上了我。不过我想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。泽胜已经在美国陪伴了我20年，所以接下来应该是我陪伴他了，在他任何想去的地方。你说的对，来六，这很公平且充满爱。欧盟1月28号公布了为期10年的人脑计划。有消息说美国的脑计划也即将公布。原本我还在忧心，
担心我们没能跟上步伐。但今天看到了席教授，我知道我可以放心了。我国的脑计划应该在筹备中。据我所知，回国的不止我和我的团队，德国的马普所有数位脑神经学专家和团队也将来到中国。中科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实验环境。但是现阶段咱们的实验条件和投入的资金，可能和美国还没法比。席教授的一片爱国之心，值得我们尊敬。有句话说：“富贵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。”我们做科研的不还乡，比锦衣夜行更甚呐。说的太不说了。失陪一会儿。雨森，真高兴见到你。席教授，好久不见。谢谢。去年在德国的一个学术交流会上，我遇到了卜思远院士，他告诉我，中国即将开启脑计划，其中也包括脑机接口。他还热情地邀请我们来中国。我想是时候了，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就真的老了。最后一句话脱离了实际，就算他90岁，教授也依然会精神活跃地在实验室里。你说的对，但是艾利欧不爱听，他总是想要说服我早日退休。亲爱的，你起码会健康的工作到80岁。我劝你退休，只不过是吸引你注意力的小花招。你呀，总是有很多小花招，甚至借我的名义骗雨森来相亲，害得我后来请雨森到家里做客都困难了。原来那次相亲是艾利欧的主意。Vincent， 你很帅，却不谈恋爱，这是不对的。医生告诉我，中国人都非常含蓄。我的中国同事好几个都是经过相亲找到伴侣，所以我想也许也适合你。正好有一位女士对你有好感，那你也应该告诉雨森，对方那位女士应该也希望雨森知情，是吗？这我后来就懂了。现在我是著名的美国月老。艾利欧，你害惨了我。我现在的女朋友非常介意这件事情。Vincent， 你终于恋爱了？是的。我真的很好奇，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？她是一位非常聪明灵动、心灵有力量的女孩子。太好了，这样的女孩子非常适合你。是，我很幸运才能遇见。不过她很介意你相亲，这我不理解。你跟那位女士连任何后续都没有，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吃饭，我可以帮你向她解释。艾利欧，不是只有我们才有这些爱情的小花招。哦。All right, that's so sweet. 雨森，我回来这段时间也联系了一些人，听说了你的遭遇，但是都很含糊。我想知道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我出了一场车祸，左手受了伤，无法再进行精细的手术，所以我只能告别临床，彻底离开医学界2年。那个时候，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怨怼，但是时间和我爱的人抚平了我的创伤。前段时间我在长白山滑雪，意外遇到一位急性脑出血的患者，我帮助了他，同时我也帮助了自己。我彻底下定决心，我要重新回到我热爱的行业。天啊，你居然遭遇了这样的不幸！对不起，我们刚才才知道。没关系，都已经过去了。
但是听起来仍然很惊险。虽然我已经知道了结果，但是仍然听得提上心头。是提心吊胆。OK， 你们中国人的成语更残酷，提着心脏已经够难受了，你还要吊着我的胆囊。艾六的成语还是这么独树一帜。他在外国人里中文算好的了。谢谢，亲爱的。雨森，我直说吧，我欣赏你的大脑，欣赏你的智慧。我知道你有很多选择，但是我还是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的团队。你读书的时候就加入过脑机接口的兴趣小组，甚至为此兼修了很多生物工程的课程。可是最后，临床抢走了你。当然，我理解，手术是大脑与双手协同的高端艺术，年轻人很难不去挑战。但是，如果现在双手已经无法配合大脑舞蹈，那么也许是上天想要安排你走上另一条拯救病人的道路。我们现在时间还早呢，咱们找个地方唱歌去吧。我支持，现在回去也没什么意思。行，超哥能减肥。西瓜，你呢？我可以啊，就是我晚上得回苏州，得早点走。没问题，这附近就有个 KTV， 走路过去10几分钟。我打电话问问。上厕所了，不是去了，上厕所了。还有包间吗？我们马上过去。有带桌球的吗？行，那就定这个啊。哎，你又犯桌球瘾了。对了，今天庄旭怎么没来呀？他正好有个饭局，撞时间了。饭局也该结束了吧？我打电话问问。吃的好撑啊！怎么上那么久厕所？冻死我了！是啊，这什么天气？本来我以为可以收起冬装了，结果中午突然又降温。倒春寒是这样的啦。话说，我们就这样结束了，没有下一趴？喂，庄旭，你在忙啥呢？我们聚会你都不来，时间不巧，正好今天我同事也生日。那现在该吃完了吧？我们这儿都吃完了，打算去 KTV， 你来不来？算了，我这边还没结束。好吧，怪可惜的。毕业之后难得人那么齐，就差你了。今天聂希光都正好在上海。是吗？是啊。算了，下次兄弟单独约喝酒啊。好。哎，我听到了啊，庄说我们还没结束，那必须有下一趴啊 ，Chris， 小寿星你快安排一下呀。我想想，我跟米娅还有事儿，就不参加了。庄要是还没有尽兴的话 ，Chris 你是寿星，既然收了人家的礼物，就要尽主人的义务嘛。啊，对，我们就不陪你们了。Justin， 你不是也有事？哦，是，我差点忘了，那我也先回去了。哎，你们怎么回事？一个突然都扫兴，大半夜的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呗，新出的大片我还没看呢。就是啊，大晚上的能有什么事啊？一起去看电影呗，新上的电影我也想看。走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庄，你去吗？庄。哦，可以啊。走。凯文，你是猪吗？怎么一点配合都不懂？什么？你不能因为我失忆就骂我吧？难道你看不出我们是想给庄和 Chris 创造独处机会？你呀，从失忆前的长白山就很不自觉，一直到年的跑，失忆后还这样。你们不早说，待会儿看我表现。
早知道这么冷，我肯定多穿点儿。嗯。我发现，你自从接了你同学的电话之后，就有点心不在焉的。你是不是想过去啊？你可以过去的，不用管我们。没有。都说月下一起散步是顶级的浪漫，可惜啊，我身边的人却不解风情。Chris， 庄旭，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你学生的姐姐？是。在长白山问你的时候，你刻意避开了问题，这次却回答得这么爽快，是因为觉察到了我的心意吗？所以，这是一种婉拒。我很抱歉 ，Chris。拜托，你为什么要说抱歉啊？你又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。不过，为了我的面子，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，不要让他们发现。当然。我好像太冲动了，是不是？但这就是我，喜欢干脆利落，心无挂碍地进入新的一年，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。但是庄旭，我也要送你一个礼物。我不知道你和你学生姐姐之间怎么产生的误会，但是她还没有男朋友。那位林医生只是她的追求者。在长白山山顶的咖啡馆，我和 Kevin 亲耳听见了他和你学生之间的对话。你说什么？是的，你没听错，你喜欢的人还没有男朋友。你对我起码很诚实，那就祝福你得到心中所爱吧。不过我觉得那位林医生可不好打败，你要加油了。拜托，你们怎么走这么慢？我们都选好座位了，这一排只有4个，你们得坐另一排去了。我随便啊，也可以你和 Justin 坐到前面去。啊？庄，怎么说？你坐哪一排？来选位置。对不起，我有事，先走一步。哎，又不去了？抱歉。我又错了吗？子木庄人都跑了。是啊 ，Chris， 这什么情况？我怎么知道？不重要了，他不去就不去了。我才是寿星，不是还有我吗？走了，姐姐请你们看电影。
我把小白和李听友都叫过来了，大家热闹热闹。拿着，我去一下。西光，蓉蓉突然发微信问我们在哪儿，之前跟我说加班来不了了，你看。哦，没关系啊，你的生日肯定你做主嘛。行，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他。说起来，庄旭跟蓉蓉不知道最近出了什么问题。最近蓉蓉和我一起吃饭，一次都没提到过他。哦，是吗？那位林医生只是他的追求者，你喜欢的人还没有男朋友。师傅，麻烦您快点。来干个杯吧！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，送给我亲爱的女朋友思亮小姐，请大家掌声鼓励。李启光、谢小凤，你们别光在那吃啊，也来唱两首。来，不了不，唱歌是我们俩唯一的弱点，你们唱吧，别折磨自己耳朵了。那谁来？我来吧。这个萝卜不满你就安着它好好放，再5、6个，赶紧吃。你低调低调，别人我们都吃光了。知道，咱们就一个。故意晚了3分钟，宁小姐也没发现啊。有没有可能在等你投案自首，结果你反咬一口？今天勇敢唱歌了吗？没有，勇敢的又吃了一堆鸭舌和水果。那糟糕了，这边的餐食实在不好吃，我还想待会儿带女朋友去吃宵夜。虽然你女朋友吃撑了，但是可以陪你一下。你今天见教授怎么样？很顺利，艾刘教授说要亲自向你解释相亲的事。看看谁来了！欢迎我们江大商学院大美女叶柔来啦！礼物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来。你都没来吃饭，送这么贵的礼物？看着好看就给你买了。老大，小凤，西光，你也在？啊，我正好来上海。他是被我逮住的，原来啊就叫了小凤，也不找我们玩。还有这事儿啊？我正好有事，在小凤学校附近，我顺便拉她出来陪我玩。所以说我是顺便吗？啊！你怎么也凑热闹？哎，叶柔，盛远的工资这么高吧？你这身打扮看上去不便宜啊。你们公司还招人吧？能不能给我做个内推啊？喂，女生聊天，男生不打岔行不行？周慧，哎，你们去旁边打桌球吧，我们聊会儿天。行，兄弟们，
咱们去开一局，走。大家都是到上海来上班，我怎么感觉我还是这么土啊？蓉蓉越来越都市丽人了。你说吧。谢小凤，我警告你啊，别戳我痛点啊！我说我自己呢。哎，你这是又换了个包，之前没见你背过。是啊，上个月刚换的。自己买的呀，还是自己买的？去年的年终奖还不错，我又不像你有男朋友送。我也没人送，你就别埋汰我了。哎，还得是自己单位好啊，这么贵的包，我这点工资都不敢想呢。最要紧的是跟对老板。我运气好，一进公司就站对了地方。不过累也是真的累，最近跟着老板在忙丰腾集团的一个项目，天天加班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会儿才来。做什么不累啊？你好歹工资高呢。我这边做满1年，肯定是要换工作的。也是。哎，老大，你还在万博公司吗？对啊，还房贷呢，我可不敢乱动。激光，你还在苏州做光伏？光伏现在这个行情，我听说集团已经跟双远切割了。以你这资源，做什么不可以？干嘛要在苏州跟光伏耗着呢？房地产行情好，也不能一窝蜂全部去做房地产嘛，总得有人去做一些现在不被看好的行业。大家各有各的使命，而且我觉得新能源行业挺有意思的，我就喜欢做这些有挑战性。是我多虑了，你试错机会多，的确可以任性一些。试错机会多倒也未必，大家时间成本都是一样的，而且实业投入大，搞不好试错一次就直接破产了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嘛。呸呸呸！西光，你能不能说点吉利的？哪有诅咒自己破产的？这有什么不吉利的？我这叫居安思危。我父母白手起家，也是在无数次试错中搏杀出来的。那我要是不争气失败了，就要把财富还给社会，让有实力的人去吃。西光，感觉你工作了半年，格局都不一样了。真的，听着以后仿佛要当女霸总似的。这都被你们看出来了？难道我还没当上霸总，就已经霸气侧漏了吗？好了好了，趁他们打球啊，我们赶紧唱起来，等回来了都抢不上了，一个个都是麦霸。帮我点个几首，我的歌单你知道吧？知道，你心爱的老哥们。庄旭，你仓促准备的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庄旭先罚一杯，罚一杯，罚一杯啊！谁让你最晚一个到？你早说来了要喝酒，刚刚我就喊个同城快递了。来，快，干了！来，坐，来，到我的歌了。老大。等会儿呗。来，干杯！我说你们有合适女生给我介绍介绍啊？哥们还没着落的，你们一个个都成双成对的。哎，庄旭不还单着吗？你急啥？他是主动单身，我是被动单身，能一样吗？你说清楚，你是怎么跟教授们说我的？今天吃饭进店前，
正好看到聂曦光男朋友送她，还亲了一下，看得我都不好意思赶紧进去了，好甜啊！我也想看。还是喝少了，快喝吧你。哎呀，得了吧你。干什么呢？就这一会儿也不发消息，好长一会儿了，好不好？我敬庄旭一个呗。来，快快。来，庄旭。合起来啊，你们都。好听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哎，信仰谁点的？我点的，切了。我喝多了，唱不了了。你们这喝了多少啊？当水啊？这次不怪我们，庄旭带的头。我信你个鬼！是谁都不可能是庄旭。是我。难得开心，别管他们。切了，下一首。哎，西瓜，你是不是蛮喜欢那首歌的？我来。啊！神奇神奇，我们高大开口要唱歌。他不是唱过这首，毕业之前有次去 KTV， 那次不是满了没去成吗？记傻了，是后来有次我们班里的同学。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，勾起回忆的伤。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，想起你的脸庞。明知不该去想，不能去想，偏又想到迷惘。是谁让我心酸，谁让我牵挂，是你啊。前天那个师弟在宿舍楼下摆蜡烛唱歌跟人表白，歌没选对，唱这首歌说不定就成功了。如果有人在宿舍楼下对我唱这首歌，我一定就答应。哦哟，看得出来你想谈恋爱了。你们笑什么？我认真的。如果有一个人那么认真的对我说“我爱你，你是我的信仰”，还有什么会比这个更动人呢？是否你也想家？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情况啊？到高潮不上了？就是。不会了。听说过只会唱高潮的，哪有只会唱前面的？下一首我来，保证把高潮唱完。
我先走了。这么早？得回苏州嘛。好吧，不过下次来上海，可别只加小凤了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走了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你注意安全啊，路上小心啊。保家保平啊。知道了。拜拜，拜拜，西瓜，拜拜。还没结束。这么多小兔子，哎呀，你好小一只啊！这里面有你的爸爸妈妈吗？哎呀哎呀哎呀，好可爱！